大家好，欢迎来到悬案第一现场，我是路易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起横跨1/4个世纪的悬案，它发生在日本的名古屋市，距今已经过去了26年。26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足以让一座城市改头换面，也足以让大多数记忆逐渐模糊。然而，在日本名古屋有这样一位丈夫，他花费超过2200万日元租下妻子遇害的公寓整整26年，只为保存现场，等待凶手落网的那一天。2025年10月31日，当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将永远尘封时，真相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浮出水面。而凶手的动机竟然是一段持续了10多年的畸形暗恋。1999年11月13日，名古屋的秋天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风里带着凉意，也带着一丝说不清的不安。那天早晨，32岁的高羽奈美子和往常一样，在家照顾2岁的儿子航平。她的丈夫高羽悟比她年长11岁，已经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了多年。他像每一个工作人那样，在早上9点整推门离开，临走前或许还摸了航平柔软的头发，对奈美子说了句我出门了。没人知道那会是这个家庭平静表象下的最后一天。奈美子的前半生并不顺利，父母早年在她的中学时代离异，她跟着母亲生活，早早学会了独立。后来她进入了地产公司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已是同事的高羽悟，一个有过一段婚姻，话不多却显得稳重的男人。相似的行业，偶尔交接的工作，逐渐拉近了2个人的距离。1995年，他们结婚了。2年后，航平出生，生活像一条平稳的河，缓缓向前流淌。直到那个上午，河道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裂痕。大约上午11点前，有邻居听见从奈美子家中传来压低的争吵声，听不清内容，却透着异样的紧绷，声音很快戛然而止，一切重归寂静。没过多久，有人看见奈美子牵着航平的手走出家门，孩子裹得很暖和，他脸上却没什么表情。11点半左右，1楼的邻居在停车场碰见了刚从儿童诊所回来的母子，邻居笑着打招呼，奈美子却是僵硬的点了点头，她脸色发白，嘴唇紧抿，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甚至没来得及收拾好情绪。那种异常让邻居忍不住多看了2眼，但最终也是归为夫妻闹别扭罢了。午后天色灰蒙蒙的，1点左右，好几户邻居都听到了从奈美子家中传来了清晰的打斗声，重物碰撞，急促的脚步声，甚至像是闷哼。紧接着有人快步冲下楼梯，脚步声仓促而凌乱，迅速消失在楼道尽头。几乎就在同时，奈美子的一位朋友往他家里打了3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听筒里漫长的忙音像在预告着什么。时间滴答走向下午2点，房东太太捧着一篮自己种的柿子，心想给奈美子送去一些。这个租客总是温和而有礼，孩子也很乖巧。他走到门口，却发现大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隙。奈美子，他呼了一声，没有回应。一种莫名的不安攥住了他。他轻轻推开门，血腥味扑面而来。奈美子倒在玄关的血泊里，浑身是伤，早已没有了气息。而屋内2岁的航平还在咿咿呀呀地说着只有自己才听懂的话，对几步之外的惨剧一无所知。房东太太踉跄着退后，尖叫声划破了整栋楼的死寂。警笛声很快撕裂了这个秋日的午后。名古屋警方赶到后，迅速封锁了现场，并第一时间联系了正在公司上班的高羽悟。当警方和高羽悟冲进那间曾经温馨的公寓时，时间仿佛在血腥的玄关处凝固了。高羽悟跪倒在妻子身边，身体颤抖着说不出话，
而2岁的航平却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的婴儿椅上，手里抓着一个玩具，睁着清澈的眼睛看着一切。他是这场惨剧唯一的见证者，却无法讲述一个字。现场勘查像拼图一般展开，每一片都指向一个更复杂的谜团。证物 A， 那瓶陌生的饮料。玄关口的地上有一瓶被咬开的乳酸菌饮料。高雨雾红着眼眶摇头，这不是我们家的，那美子从来不买这个牌子。瓶身上没有指纹，只有赤痕。警方推测饮料可能是凶手带来的，也许是递给那美子的某种借口，或是凶手自己饮用时无意留下的。而在大门外走廊的地面上，几滴溅开的饮料污渍中检测出了人类的唾液，唾液被小心翼翼地提取，成为日后追凶的生物学钥匙。地板上一串来自女性的鞋印，沾染着死者的血，从玄关延伸到室内数步，又折返。鞋印纹路特殊，后经鉴定是韩国制造的女士休闲鞋，尺寸约为23.5厘米，推测身高在155至160公分之间。凶手穿着这双鞋走进来，又穿着它离开，鞋底的血迹在门外逐渐变淡，消失在楼梯口。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案发房屋的卫生间以及不远处公园的厕所里，都发现了凶手的血液。显然，凶手在作案过程中自己也受伤了。案发当天，有人目击到一名双手滴血、神色慌张的女子出现在公园厕所里，但没有人认识她是谁。这些证据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凶手轮廓：女性，可能身高在155至160厘米之间，作案时受伤，可能居住在附近或对附近很熟悉，但仅凭这些要找到真凶，犹如大海捞针。案发后，名古屋警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据统计累计动员约10万1000名调查员，询问超过5000人，这在日本刑事侦查史上也属罕见。警方制作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在周边广泛张贴，悬赏征集线索，但始终一无所获。案件调查陷入僵局，而在高宇家，一个令人心碎又充满希望的细节悄然浮现。案发1年后，3岁的航平突然对父亲说，一个便利店的阿姨杀了妈妈。妈妈、どうして死んじゃった？ママ、山本ちゃんが喧嘩して死んだの。喧嘩して。ママが死んだ。ママが死んじゃった。这句来自年幼目击者的话，本应成为案件的重要线索，但当时警方和家人都认为，一个3岁孩子的记忆可能不可靠，也可能受到了他人的暗示。加之孩子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这条线索最终没有被深入追查。谁能想到，这句童言竟在26年后被证实是准确的真相。在处理完妻子的葬礼后，高宇武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带着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还是留在这里等待真相。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现场玄关处的血迹很可能是凶手留下来的。如果保护现场，未来技术进步时，这些证据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高宇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租下这间凶宅，并完整保留案发时的一切。他带着年幼的航平搬到了奈美子娘家，与岳母一起生活。每个月的13日，无论晴雨，名古屋车站前大型商场外人潮汹涌的街头，总会出现一对父子的身影。年幼的航平逐渐长大，从被父亲抱在怀里到自己迈着小腿帮忙，他们沉默地分发着传单，上面印着奈美子温柔微笑的照片，案件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关键的物证描述，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这一坚持就是26年。高宇武的坚持不仅仅体现在租用凶宅和散发传单上。多年前，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宇之会的民间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是推动废除刑事案件中的追诉时效制度。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谋杀案有15年的追诉时效。这意味着，如果凶手在15年内没有被捕，
即使后来找到证据，也无法再追究其刑事责任。高雨雾和其他受害家属在一起四处奔走呼吁，他们的努力终于在2010年有了结果。日本法律修订取消了谋杀等严重罪行的诉讼时效，这一改变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凶手一旦被发现，都将面临法律的审判。这也为许多悬案的侦破提供了可能。2015年4月，爱知县警方公开疑似犯人的肖像素描，以及根据现场脚印推算出的女鞋样本。2020年2月，警察厅将此案列为搜查特别报奖金对象，提供有力线索者最高可获得300万日元的奖金。与此同时，航平在外婆和父亲的悉心照顾下慢慢长大。他考入了东京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2024年，他迈入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与母亲好友的女儿，也是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登记结婚。而高雨雾仍然每月支付租金，保留着那间公寓。截至2024年，他为此已经花费超过了2200万日元。时间一年年过去，案件似乎逐渐被人遗忘，许多人认为这将是一起永远无法破解的悬案。直到202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2024年，名古屋警方决定对这起沉寂了25年的悬案重启调查。调查从重新梳理奈美子和高雨雾的人际关系开始。警方询问了所有与两人有过接触的人，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嫌疑人。2024年夏天，调查范围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警方将焦点集中到了高雨雾高中时期的同学。这一转变的原因，警方未对外详细说明，但很可能与某个新发现的线索或证人回忆有关。调查逐渐缩小范围，最终锁定了一名现年69岁的女性安福久美子。她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拮据。10月30日，当警方找到安福久美子并要求提供 DNA 样本时，她拒绝了。然而拒绝之后不久，她就前往警局自首。安福久美子的自首终于揭开了这起悬案最令人震惊的真相。随着安福久美子的供述，26年前的案件真相逐渐清晰。安福久美子与高雨雾是高中同班同学，两人都曾是学校网球社的成员。高中时期，安福曾向高雨雾表白，但遭到了拒绝。此后，两人几乎没有再说过话，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命运的齿轮在1998年，也就是案发前的1年再次转动。在一场高中同学的聚会上，安福与高雨雾重逢了。此时的高雨雾已经结婚生子，家庭幸福，而安福的生活却截然不同。他靠打零工为生，经济拮据，感情生活也不顺利。看到昔日的暗恋对象过着与自己天壤之别的生活，安福的心中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根据他的供述，这次重逢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积累多年的不甘与嫉妒。他开始幻想，如果没有奈美子，高雨雾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这种扭曲的想法逐渐发酵，最终演变成了致命的杀害。安福的供述也解释了案发当天许多令人困惑的细节。1999年11月13日上午，安福以便利店员的身份，这也是航平记忆中便利店阿姨的由来，带着一瓶乳酸菌饮料来到高雨家。他可能谎称是来做调查或送货，以此接近奈美子。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争执？从邻居听到的争吵声和奈美子从诊所回来后的不悦表情来看，安福很可能对奈美子说了挑衅的话，或许透露了自己对高雨的感情，或许批评了奈美子的生活。争执升级为暴力冲突，在下午1点左右，两人发生打斗，安福用刀刺中了奈美子的颈部。作案过程中，安福自己也受伤流血，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场和公园厕所有他的血迹。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中2岁的航平一直在现场。
他被安置在婴儿椅上，目睹了母亲被杀害的过程。这一创伤性的记忆在1年后以便利店阿姨杀了妈妈的形式表达出来。作案后，安福匆忙逃离现场，手上的血迹让他不得不在公园厕所清洗，这也与目击者看到的双手滴血的女子相符。而那瓶乳酸菌饮料成为连接安福与犯罪现场的关键物证之一。安福久美子供述，杀人后的每一天，他都生活在恐惧和煎熬中。每年的11月13日，对他而言，不仅是日历上冰冷的数字，更是煎熬重启的轮回。每当高雨雾在名古屋的街头默默散发传单，安福便会在遥远的暗处彻夜难眠。风声、敲门声，甚至电话的响铃，都会让他惊颤。他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认出，被逮捕，被拖进那片他亲手造就的血色过往。岁月看似冲淡了一切，新闻不再提起，旁人渐渐遗忘，街道巷尾也换了话题。但安福知道有些东西从未离开。当高雨雾坚持租住那栋凶宅的消息偶尔如幽灵般闪现于报端社会版的一角，他都会浑身发冷。那不是固执，而是沉默的宣战。这个家庭从未向时间屈服，他们仍在黑暗里提着灯，固执地寻找被掩埋的真相。2024年，当警方重启调查并开始询问高雨雾的高中同学时，安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知道调查范围进一步走向自己。10月30日，当警方直接找到他并要 DNA 样本时，安福明白真相大白的时刻即将来临。拒绝提供样本只能拖延时间，无法改变结局。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选择了自首。这起跨越26年的悬案虽然告破，但仍然留给我们许多思考。首先是那句被忽视的童言，如果当时警方更重视3岁航平的证词，深入调查便利店阿姨这条线索，案件是否会更早告破？这提醒我们，在刑事侦查中，每一个线索都值得认真对待，无论它来自何人。其次是高雨雾26年的坚持，他的行为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花费巨资租用凶宅，每月在街头散发传单，推动法律的改革。这种坚持不仅源于对妻子的爱，也源于对正义的信念。他的坚持最终等来了结果，也为其他悬案受害的家属带来了希望。第三是凶手的动机，安福久美子的犯罪动机因妒忌和扭曲的暗恋而杀人，解释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一段几乎未被回应的单恋，在数十年的发酵后，竟然演变成了致命的暴力。这提醒我们心理健康和情绪管理的重要性。26年，高雨雾用1/4个世纪的等待换来了妻子的沉冤得雪。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2个极端，一方面是丈夫26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深情，另一方面是凶手因扭曲心理而犯下的残忍罪行。它也展示了司法系统的进步，追诉时效的取消，使得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罪犯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对航平来说，这个在婴儿时期目睹母亲遇害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父亲的坚持不仅是为了给妻子一个交代，也是为了给儿子一个答案。这起案件最终告破，得益于多个因素：警方的不懈努力、科技的进步、法律的完善，以及一个家庭永不放弃的信念。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而对于那些仍在等待答案的家庭，这起案件的告破或许能带来一丝希望。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真相总有浮出水面的一天。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